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这是电路原理的第39讲，我们来讨论非线性电阻。在这一周的课程里，我们将给大家介绍包含非线性电阻的电路的分析方法。我常说一句话，你只有搞清楚了非线性电阻，才能真正的明白线性电阻。也就是说，通过比较才能够知道各自的本质特征。那么好，就让我们从比较线性电阻和非线性电阻的区别开始。现在图上给出的是一个标准的线性电阻，在 UI 关联参考方向的情况下，我们知道它在 UI 平面上的特性曲线是这样的：过原点的一条直线与横轴，也就是 i 轴的夹角 tangent 阿尔法是等于这个电阻的阻值。这是我们此前7周所讨论的主要内容。那么所谓的非线性电阻呢，它的电路符号比起线性电阻来讲，多加了这么一条线。那么它的伏胺特性呢，就不能够直接的写成 r 乘以 i， 否则 u 和 i 就是线性关系了。我们有的时候会写成 u 是 i 的函数，有的时候会写成 i 是 u 的函数，甚至有时候会写成 u 和 i 是隐函数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需要强调2点。第一点 ，u 和 i 之间都是代数关系。第二点，当 u 等于0的时候 ，i 也需要等于0。这2个条件是我们这3种非线性电阻关系表达式的根本特征。刚才给出的都是关于非线性电阻的一些数学表达式。现在我们来看3个非线性电阻的例子。第一个例子是隧道二极管，它的 UI 特性在第一象限里是这个样子的。在这里，首先我需要指出，在非线性电阻电路里，我们更常用的是把电压画在横轴，电流画在纵轴，这一点大家要逐渐习惯。我们来看这条曲线，大家可以发现，对于这样的一条曲线，电压给出任意值的时候，电流都有唯一的值与之对应。但是反过来就不一定了，电流是某一个值的时候，可能存在着不同值的电压与之对应。那么对于这样的电路来讲呢，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I 等于 A0U 加上 A1U 平方加上 A2U 三次方的形式。这种电阻呢，我们一般管它叫压控型，这意味着每一个电压都对应着唯一的电流。在横轴是电压、纵轴是电流的 UI 平面上，这个电阻的 UI 特性非常像一个英文的 N 字，所以我们也管它叫 N 型电阻。很显然，有了 N 型电阻，就一定有 S 型电阻。大家请看，对于所谓充气二极管来讲，它在横轴是电压、纵轴是电流的 UI 平面的第一象限显示的像一个英文的 S。所以它叫 S 型电阻。那么类似的，对于每一个电流来讲，它都有唯一的一个电压与之对应。但是对于每一个电压来讲，它可能存在多个电流与之对应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把它的 UI 关系写成这样的形式，是一个电流的3次表达式。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此前那页讲出来的，有的时候适合用电压来表示电流，有的时候适合用电流来表示电压的原因了。因为各种非线性电阻 UI 平面上的特性是不一样的。第3个呢，是我们最常见的二极管，有的时候也管它叫做整流二极管。它的表达式可以写成这样的形式。这其中，在 UI 关联参考方向下，这是电流，这是电压 ，UTH 和 IS 是描绘这个二极管的特性参数。把这个方程画在 UI 平面上，它是一个过原点的呈指数形式的一条曲线。大家可以发现，在 U 非常小的时候，这个数值趋向于0，所以整个的这条线趋向于负的 IS。所以我们这个 IS
通常管它叫做反向饱和电流，它的取值范围大概是10^-12次方安这个量级。UTH 的取值范围大概是10毫伏这个量级。由于过了原点以后，整个电压电流呈现一个随指数形式迅速增长的态势，所以我们管这一段叫做导通段。U 小于0的时候，电流基本上是在10^-12次方，也就是皮安这个量级，所以我们管它叫做截止段。那么简单的说来，一个二极管大致的就可以分成截止段和导通段。在接下来的几讲里，我们会对二极管进行更深入的分析，把它的导通段更精细的分成几段来进行分析。关于二极管，我们现在给大家来展示一个仿真。我们通过仿真来研究二极管的电压电流特性曲线。在一个二极管元件两端加电压源 V1， 测流过二极管的电流。我们点仿真，分析，直流扫描，对电压源 V1 从-0.5伏到0.75伏，每0.01伏采一个点，输出为-IV1，点仿真，选白色背景，曲线横轴为二极管两端电压，纵轴为流过二极管的电流。一开始电流很小，接近于0，大约是-10μ，可视为不导通。随着电压不断增长，电压为0伏时，电流也是0。随着电压不断增长，大约在400毫伏时，电流为毫安量级。此后随着电压增长，电流快速增长。仿真结果表明，二极管的电压电流特性曲线符合指数变化规律的特征。